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聊前列腺癌。那今天的主题呢是前列腺癌的超声检查。那第一个内容就是超声检查的原理。超声呢，其实它也是一种声波，只不过这种声波的频率呢不在我们人耳所能察觉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是听不到超声的。但是呢，超声它具有一定的穿透性，它在这个不同的介质之间传播的时候呢，它会形成反射。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是一面就是弯曲的一个界面啊，这边呢是空气。然后这边呢是水，那超声在这个空气当中传播的时候呢，它进入水之后除了有一部分呢就是继续发生传播，还有一部分呢会形成反射。那么我们把这种反射的这个超声呢给它收集起来就是利用仪器呢把这个信息收集起来。那么像这么多超声是吧，在不同的位置呢它就会发生反射，那这个反射的强度呢和方向呢都是不一样的。那最后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技术呢去模拟出这个界面的形状。那么这个呢，它就是超声的检查的原理啊。那超声检查的原理，在前列腺癌当中呢，其实它是一样的。我们都知道这个前列腺比如说这是一个前列腺，那么前列腺其实它也是分带的，就是有不同的区域，这个我们就不详细说了就比如说这个外周带外周带当中呢，它假如说有一个就是发生了一块组织，这个组织呢，假如就是一个前列腺癌。那么这个前列腺癌呢，在这里面我们肉眼肯定是看不到的，是吧？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超声呢，去发现它我们用超声呢对前列腺进行照射，是吧？进行侦探。那么超声在进入前列腺组织之后呢，它会继续传播，是吧？你像这个它没有检测到肿瘤的话，它就继续往前传播，直到它遇到了它的边界，然后会发生反射，是吧？然后这个呢，它会发生反射然后还有一部分超声呢会经过这里，就经过这种不同的组织，因为前列腺癌跟正常的前列腺组织它多多少少是有些不一样的，那么就是相当于不同的介质，那不同的介质之后呢，它会发生反射会反射回来，那么这边呢就不能反射，这边就反射回来，那么最后呢我们就把这个反射的信息呢给它收集好呢就进行成像成像之后呢就把这个大致的前列腺癌的位置呢给它找到了这就是它的原理那么第二个就是前列腺癌的超声表现。那通过它的原理，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前列腺癌呢，它的这个本质呢是一个肿瘤，是一个实体肿瘤实体肿瘤的话，那它的这个表现就是异常的回声在超声下的表现呢就是异常的回声。这个回声呢最常见的就是前列腺癌的回声呢最常见的就是这种低回声低回声是这个就是最常见的。然后还有呢，大概是30%的前列腺癌患者呢，30%多吧，前列腺癌患者呢，它是等回声的它是等回声，还有1%呢，左右它是高回声，所以大多数呢可能都是低回声。当然有这个异常的回声，不代表就一定是前列腺癌。比如说有些患者呢，他是有这种前列腺钙化呀，那它就是一个强回声，是吧？或者有一些像前列腺里面有一些这个脓肿它也有异常的回声，但是它不是前列腺癌，所以说有异常回声不一定是前列腺癌。反过来说呢，前列腺癌就一定会有这个异常回声吗？也不一定，因为有些这个前列腺癌呢，它的组织相对来说比较弥漫就是弥散型的，而且呢，它的恶性程度可能不是很高，它跟正常的前列腺组织的这种就是差异不是特别大。那么这种情况下，你用超声就很难发现它也有可能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超声还没有到发展到那个程度，还没有那么精准。这是前列腺癌的表现，就是说前列腺癌跟超声之间呢，它俩的关系不是一一对等的，不是完全对等的有异常回声不代表就是前列腺癌，前列腺癌也不一定会有异常回声，但是呢，超声它可以提示，假如说发现了异常回声，我们就不能放过这个细节，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对它进行检查最常见的就是穿刺活检确诊到底是不是前列腺癌。那第三个就是超声检查的好处。那超声检查前列腺最大的好处就是超声本身呢，它是一种没有辐射的检查，无创的检查，而且价格比较便宜。再者呢就是比较方便它的机器很容易这个推动所以它这个检查的好处呢，最大的好处就是这个，而且呢它可以就是进行定位因为比如说我们发现了一些异常，比如 PSI 增高或者怎么样的，那么我们是不是要对这个患者进行穿刺活检进一步确定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前列腺癌？那如果说你没有超声，你去盲穿，我们针这么细，是吧？你一针扎进去，你不一定能穿到前列腺癌。
那么如果说有超声的引导下，那超声就可以给我们指导，比如说他告诉你位置在哪，你就往那个位置去穿，这样的话就可以提高诊断率。所以前列腺的超声检查，它还可以起到就是超声的引导作用。再者呢，就是这个超声检查它有主要有两种方式啊，一种呢就是经腹，就直接在小腹上去检查，还有一种精准度更高的就是经直肠的前列腺超声检查啊。比如说这是一个直肠，那么前列腺呢其实它就位于直肠的前面啊，然后这个前列腺上面呢它就是膀胱。那么如果说我从直肠里面进一个探针啊，进一个探头，超声探头，那么对这个前列腺进行检查啊，它就可以更亲密的检查，那么这个诊断率呢就会好一些啊，跟这个图像呢会更好一些。所以这个就是前列腺癌的超声检查相关的内容啊。如果说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留言讨论，谢谢。